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24号星期日，都快结束了，自俺家跑了天才亮，就才开机。今天带了 AirPods Pro， 带了手机，一直在听信哥的节目。这次特别感谢信哥这次播客的机会。我又听第二遍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些启发。这个过两天聊冬训的时候，再跟大家一起，我认真准备一期关于冬训的节目跟大家聊。今天咱们聊聊比赛之后的训练，如何尽可能避免受伤。这个我有经验，今天也是马拉松周末，下周也是。那咱们换个视角开始聊啊。像马拉松比赛之后，您可能觉得我已经恢复过来了，没事了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受伤的风险的。咱们不往太远说，就说今年出的大阪马拉松之后，先跟大家分享当时的故事。大阪马拉松之后，我就休息了，然后去东京。为什么去东京呢？因为第二个周末是东京马拉松，吉普乔格也要参赛。那次就是单纯的跟家属两个人旅行去观赛。观赛之前还去了江之岛，就是灌篮高手那儿。这次信哥那个节目还问我有没有我喜欢的 BGM， 他放在开头，我还没说呢。他说他准备的备选就是那首，我说我也想说那首，真的是有点心有灵犀的感觉。还去旅行泡温泉，也没有大量的训练。之后回来那周的周三合练，课表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。跑完2公里之后，就第二组，我就觉得右脚脚踝内侧有疼痛，当时没当回事儿。后来这个伤伴随了我1个多月，可能特严重。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只能跑几公里，就特别疼。好像是叫什么胫骨内侧的副韧带，还是什么肌腱损伤，还去治。然后我的总结就是，像马拉松比赛之后，你的训练不怕长，就是你跑得长没事儿。然后呢，也不怕那种你直道的冲刺，这种几乎也没事儿，因为冲刺可能最多就是拉伤一下肌肉，如果你的肌肉当时状态不好。但是最怕什么呢？最怕高速下的转弯，就相对急一点的弯，这是比较怕的。我的分析，包括这次比赛之后，前2天我跑步有点放松精神，差一点儿，就是在某一个折返拐弯的时候，完了以后我觉得这拐弯的时候对脚踝的压力好大呀。比方说你向右转，会对右脚脚踝的内侧压力比较大，左转就会对左脚脚踝内侧压力比较大。像很多普通人受伤，就我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次，除了像髂胫束这种是有明确的受伤原因的，大部分的损伤可能都集中在脚踝这个地方。很多人是不会说上来就我膝盖就不行了，一般都不会。普通人脚的力量是最薄弱的，然后你这种急转弯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脚踝损伤，脚踝内侧的韧带。而这种地方就是韧带软组织的损伤是最不容易好的，因为它的毛细血管的分布几乎没有，太少了，就是血液无法把太多能量输送到这儿让它去康复。反而像肌肉拉伤，越大的肌肉群拉伤好得越快，因为它血管丰富嘛，你睡2宿吃2顿就好了。所以马拉松比赛完之后的训练要避免什么呢？避免急转弯，避免急起和急停。急起其实还好，只要你热身充分，急停也是很危险的。还有就是别去挑战没去过的路面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风险，就是
比方说这个路稍微有一点不平，有一个坑，你这一脚踩下去，小腿靠近膝盖窝的后侧，或者是臀部肌肉就有可能出问题。如果是臀部肌肉还好，如果是小腿那儿的那个肌腱，那又是好的特慢。这都是我总结的经验。还有就是，你可以做强度课，像我这次是赛后那个周3就参加了强度课，虽然强度不大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可能身体是疲劳的，身体疲劳的时候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下意识反应，就是八字脚，就越累的时候八字脚会越明显，以外八居多，外八也会对脚踝内侧和小腿内侧造成更多的压力。这个不信您试试，尤其是外八在伴随刹车效应的时候。所以说这两块的伤要避免。马拉松其实是一个关卡，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，不光是受伤还有生病。就马拉松赛后这几天是比较容易生病的几天，因为你身体在大量的消耗你的能源在修复，你的免疫系统会有一个开天窗的这么一个时期，就是免疫系统不够强。像我们感冒啊什么的病毒感染，基本就是你身体有病毒侵袭的时候，绝大多数时候它在刚开始侵袭的时候，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它清除掉，并不是你不得病，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接触到这些致病源，而是它动态的被你的免疫系统给杀死了。但是呢，这就跟玩俄罗斯方块或者贪吃蛇一样，它可能总有一个极限，就是积攒到多少，你的免疫系统就来不及了，你就病了。而这时候免疫系统弱，它杀得慢，就有可能感冒、流感。今年我有一个失误，今年10月份的时候想起打流感疫苗的时候晚了，等真正要打的时候正好感冒了，生病了，而且那次还不是流感，因为去查了，就比较尴尬。那次好了以后又要准备神户的比赛，备赛期我就不打流感疫苗了，因为那打完有反应，赛后又不能马上打，紧接着后边还有安排，也许今年就只能错过了。所以下一条建议说给我自己和各位明年听，差不多就是进入赛季前1个多月，先去要接种疫苗就去打了，这样的话有任何的问题都来得及。因为有时候打完疫苗会难受几天，也会影响训练。我有过一次，大部分时候我没事儿，只有一次被影响了。所以这就是受伤和生病，关注小腿内侧、脚踝内侧，像其他地方其实没事儿，其他地方大部分疼痛是很快会好的。我今年初的那次脚踝，就大阪马拉松之后，就是那次321的第一个3公里。第一个3公里，我们那3公里是180度的折返，在那时候还挺快的。那次折返的时候右脚，因为是向右转，这边靠左跑，可能是那一下。而且在这种强度跑的时候，当时你感觉不到，完了以后就开始疼了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赛后受伤、生病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只能靠多注意，大部分时候是可以靠多注意解决的。生病这个事儿，您就这样，去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，可以戴2天口罩，勤洗手。这个是有效的。然后饮食上注意增加蛋白质，这几天就可以不用玩命增加碳水了，增加蛋白质，让身体去修复。然后可以频繁的泡泡脚、泡泡澡。普通人受伤不容易好的伤都集中在韧带、肌腱的地方，而大多数人都是脚踝或者是胫骨。
这个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简短聊一期，今天要准备明天去深圳东莞的事情，然后明天早上还会更新。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和弹幕，好吗？那一会儿训练之后再聊。11月24号星期日清晨，训练结束，今天就跑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8，运动表现良好，训练负荷较小，有氧效果维持，最快1公里4分39，平均心率140，还不到7点。今天就轻松跑一下，因为昨天的强度确实是太大了，昨天一共跑了26公里，其中那20公里还是一个大强度。赛后的第6天，我觉得我跟 Maki 桑真的是我们俩挺拼的。然后平田先生他不是被落下了，他是半截鞋带开了2次，他也用了4分的配速跑完了昨天的课表，特别厉害，特别厉害。而我们3个都参加了神户的马拉松，这也是训练进步的一部分，放在今年出的大阪和以前绝对不敢想。但是呢，大家一定不要逞能，见好就收。我现在觉得可以了，你看我大阪的时候不就受伤了吗？大阪之后的那次训练，而那次大阪马拉松还没有这次艰难。那次大阪马拉松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，身体就疲劳了1-2天。所以人是在不断的变强、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的，这个过程谁都躲不过去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受伤生病这个事儿，希望大家可以在赛后的训练生活中脑子里绷着这一根弦儿，只要你稍微想着点儿，就会不一样的。我那次就是有点得意忘形，大阪之后那次造成了最后影响了好长时间，弄得我当时都有点担心我的100公里，因为就那个疼痛就是这儿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有新观众，就是这儿，就是从这儿上来的这一条韧带的这个地方，就这种韧带和肌腱的疼痛不是靠意志力能忍的。我记得去6月30号佐吕间湖100公里之前，我有过一次50公里的测试在大阪城，在之前还有一次从大阪跑到京都的42公里，这2次完了以后，这儿还是会有轻微的不舒服呢。那都已经过去3个月了，从受伤快3个月了，所以大家一定小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在比赛前都顺顺利利，比赛后开开心心，然后能够顺利的进入冬训。进入冬训可能比进入夏训还关键，不用紧张。这周末、下周末是福冈和上海，是个大的马拉松周末，这些都过去，安全的、平稳的过渡到冬训的过程中。然后春天的比赛，我觉得比秋天比赛更容易出成绩，春天的比赛就能跑得更好的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明天咱们的节目是回复各位的评论和弹幕，所以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给我发评论。您最好发评论，因为私信我看的不是那么及时。另外就是私信我明天早上写做统计的时候可能会略过，好不好？明天早上还约了小伙伴在大阪城偶遇，之后中午就飞了，飞深圳好长时间呀，不知道飞机上人多不多。晚上到深圳，直接坐车去东莞，应该到了就睡下了，之后第2天就能见到高驰的小伙伴们，就能见到吉普乔格了，行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再见。